说到神权、人权与王权，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三皇五帝时期的天皇、地皇、人皇。天皇是天神，代表天意，角色与西方的上帝类似；人皇代表人间的王，代表皇权。地皇本来可以掌管人间的财富，不过后面权力被弱化成了农神。所以后来某种意义上，我们讲的人权要么依附神权，要么依附王权才能得到保证。在美国，有人说要有把枪才行。在中国，司马南们则肩负使命，打掉了那些怪力乱神的特异功能人士。在三星堆中出土的权杖，就是专门与天神沟通的祭祀用的，欽从则是古蜀王的权力来源。某种程度上讲，孔子也代表了祭司的角色。现在的西方国家，神权的角色被以各种形式保留了下来，与王权形成竞争。比如美国的选战中，川普被认为是天选之人，他天生就是个反体制的角色。这个理念指引了他的粉丝们围攻了国会山。事实上，让保守派坚定自己信念的，还有诸如认为性移民和手术足以摊薄了他们的资源等。这些理由搅合在一起，让保守派们甚至放弃了年轻女性的堕胎权，因为他们认为小孩在从受精卵开始就有了人权，任何人无权剥夺他们的权利。当地时间6月24日，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推翻1973年的罗素韦德案，这将直接使得生存在一半美国领土上的女性失去堕胎权。这事的影响直接体现在以金白男为政治正确的美国华人大妈网上，出现了一边倒的反对浪潮。同样的，在中国相关话题也冲上了热搜头条。目前，美国各地正在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，这很可能成为 GBLM 冲击国会事件之后又一次大规模骚乱的导火索。目前大批防暴警察已经出动。有人问，美国的大法官怎么这么牛？50年来，共和党一直想干都干不成的事，6位大法官一家伙就推翻了。说起来，这次修订案早在特朗普任期内任命了3名大法官时就埋下了伏笔。说来不知是巧合还是上帝眷顾，在特朗普短短4年任期内，终身制的大法官职位突然由于去世的去世，退休的退休，竟出现了3名空缺，这让共和党操盘最高法赢得了百年不遇的机会。这次反堕胎法案的通过，3名新大法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所以也有人说，虽然特朗普一无是处，但是他任命的3名大法官足以让他彪炳美国共和党史册。法案推翻后，拜登表示美国倒退了150年，显然老拜现在很焦虑，这是他在禁枪法案受挫后又一次遭到万点暴击。有人认为美国保守派的崛起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开倒车事件，不过在保守主义者们看来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